你剛才看到的不是好萊塢電影的畫面，是真飛、真撞、真冒煙。5月17日，美國愛荷達州2架EA-18G咆哮者，美軍現役唯一有人駕駛的電子戰飛機，在空中以一種你貼我，我貼你的姿勢撞在了一起。慶幸的是，四頂降落傘依次打開，飛行員全員生還。說實話，火箭軍看到這視頻的第一反應是完了，彈射手冊又要加一張。第二反應是等等，為什麼這種事最近越來越多？過去3年，美軍 A 級航空事故就是那種一下虧掉250萬以上的，23年38起，24年42起，25年45起，數字在漲，有人甚至高喊美軍不行了。這一期火箭軍帶你看懂美軍是不是真的走下神壇了，還是說這恰恰是他們升級前的信號。先給不熟悉的朋友補個課， EA-18G咆哮者是什麼？簡單說，它是美軍的電磁拆遷隊， F-2、F-35 這些隱身戰機負責敲門，它負責把敵人的監控全部關閉，壓制雷達，癱瘓防空，切斷通信。沒有它開路，航母打擊群的攻擊波次會大幅度下降。現代戰爭看得見和看不見已經決定了戰場上的生死問題，而咆哮者就是那個讓對手看不見的狠角色。所以你想想，這樣一架飛機，全美軍只有150架左右，每一架都是航母編隊的珍稀保護動物，結果在航展上眼睜睜看着2架撞在一起，確實是一場令人惋惜的事故。就在火箭軍搜集相關信息的時候，看到了一些唱衰美軍的言論，主要論點就是美軍還在用老掉牙的裝備，頻繁出動導致事故頻出，美軍已經不具備全球部署的能力了。等等，真是差點笑出聲。首先是美軍大量上了年紀的裝備，30年前的装備還在使用，還能打出近乎碾壓其他飛機的實戰，這不是恰恰說明美軍30年前就能造出領先世界30年的裝備嗎？還有頻繁出動導致事故頻出，這倒是事實。你把 EA-18G 放到冰箱裡保鮮凍上，它永遠不會出事。越是關鍵的資產就用得越狠，越狠就越容易出意外，這不是衰敗，這是高強度運轉的必然代價。就像你天天健身，肌肉遲早會酸痛，但你能說健身的人身體弱嗎？不能，這只是在拼極限。那問題來了，這次到底是怎麼撞的？調查還沒出，火箭軍也不瞎猜，但根據現場視頻和航空安全專家的分析，目前主流判斷有3個。第一種，編隊飛行失誤，這種2架飛機貼很近，其中一架從後方接近，正好鑽進了另一架的盲區，然後啪粘在一起了。航空安全專家傑夫·古澤蒂看完視頻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，他們撞完居然沒馬上解體，而是抱着滾了幾圈，就是這幾圈給了飛行員彈射的時間。說實話，这運氣成分確實大。高速噴氣機編隊留給飛行員的修正時間是以0.幾秒計的，一次眼神餘光沒掃到，一次手指頭慢了半拍，幾億美金當場變煙花。第二種，高強度訓練壓力，出事的2架飛機來自 VQ-129 中隊，這是個什麼單位？訓練中隊，負責培養咆哮者的飛行員和電子戰軍官。很多人一聽訓練就覺得輕鬆，錯，訓練中隊的壓力有時候比一線還大，因為你要在有限的時間、有限的架次裡，把人從會飛練到能打仗。而且這幾年美軍全球任務多線並行，航母戰鬥群幾乎沒停過，飛行員疲勞，訓練密度增加，維護窗口被壓縮，每一項都讓訓練事故的概率往上跳一個。第3種，關鍵資產被過度使用，這個才是真正扎心的地方。150架咆哮者要撐起全球3大戰區的電子戰需求，每場衝突它都是第一個起飛，最後一個降落，壓制防空，掃清頻譜，全程待命，用的越多，磨損越快，磨損越快，維護越跟不上，維護跟不上，飛機狀態就下滑。然後有人問，這不就是美軍不行了？我反問一句，如果泰森連續打了12個回合不休息，你看他喘得直不起腰，你說他廢了，但你真的敢在這時候上台跟他打一場嗎？所以這架撞擊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2架飛機沒了，而是這是一架訓練中隊的飛機。訓練中隊是整個體系的底座，底座在出事，說明什麼？說明压力已經到了最基礎的層面。這不是一個機型的問題，也不是一個中隊的問題，而是美國海軍航空兵這個體系正在被越來越高的頻率、越來越重的任務、越來越長的部署周期持續消耗。但消耗不等於崩潰。你見過哪個真正強大的系統是從來不出故障的？不出故障只說明根本沒在跑。美軍現在遇到的每一個問題，飛行員短缺、裝備老化、維護壓力、事故率上升，他們自己比誰都清楚，而且他們已經在動手了。他们正在用一种你絕對想不到的方式，把這些事故和問題變成下一場戰爭的武器。好，我們回到那個手心出汗的問題，事故率在漲，飛行員很累，飛機在老化，美軍真的要走下神壇了嗎？
我們前面提到過，2025年美軍 A 級航空事故一共45起，聽起來不少，對吧？但你得看分母，全年總飞行小時数大約是380萬小時，算下來每10萬飞行小時的事故率是 1.18 起。2015年呢，事故率是 1.09， 差了不到 0.1。換句話說，10年時間，美軍的飛行任務量增加了近 20%， 事故總數增加了不到 30%， 单位飞行小时的事故率幾乎沒有變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他們並沒有變菜，而是他們飛得更多、更遠、更頻繁，所以事故的絕對數字當然會往上漲。當然，每一次事故都是令人惋惜的，那可能是一條人命。美軍怎麼看這些事故呢？答案是他們很清楚這些事故的根源，不是能力衰退，而是使用強度太高。而且這種高強度的使用，全世界只有他們一家在承受。那問題來了，美軍打算怎麼解決？要理解美軍為什麼這麼累，我們得先理解他們扛了多少事兒。說直接一點，全球80%以上的海上貿易靠美國海軍維持秩序。我們看幾組數字，可以感受一下。每天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，夠整個日本用2天。馬六甲海峽1年的貨運量超過全歐洲所有港口的總和。全球主要海上咽喉，蘇伊士、巴拿馬、博斯普魯斯，每一條出事，油價、物價，甚至發到手的錢都會受影響。這些地方誰來巡邏？不是聯合國，不是國際法庭，就是美國海軍。再看看美國的家底，大約800個海外軍事基地，11艘核動力航母，與40多個國家有正式軍事同盟。從北約到日本、韓國、澳大利亞，這就是全球公共安全的基礎設施。美國不是不想減少負擔，是減不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一旦某條關鍵水道出事，全球經濟會在幾周內震盪，美國自己也會被拖下水。所以就算盟友不出錢不出人，他們也得繼續做。所以代價就是事故率。不過這也是美軍開啟進化的一把鑰匙。美軍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不是簡單的多買飛機多發錢，他們同時在推4件事，大家聽完就會明白為什麼這不是衰敗而是升級。第一件事，把危險的工作交給機器。你現在想到無人機可能還是那種慢悠悠的偵察機，但美軍的想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MQ-25 黃鯛魚是一款艦載無人加油機，它可以在航母上進行實際測試，一次可以攜帶將近7噸燃油，飛出去給 F-35、F-18 加油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有人機可以少起飞一次，少一次彈射起飛，少一次拦阻着艦，飛機的結構壽命就能往後延長好幾周。更重要的是无人僚機的概念，美國空軍正在發展的协同作戰飛機，海軍也在跟進。未來的設想是高風險的電子戰壓制任務，讓無人僚機先飛進去，就算被打掉，損失的只是錢，不是人。有人駕駛的咆哮者在後方指揮，全程不進入最危險的區域，就是用工業產能換人命優勢。第二件事，不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。你知道美軍現在最担心什麼嗎？不是任何一種武器，而是EA-18級趴窩。因為整個航母編隊的電子戰能力幾乎全壓在這150架飛機上，這種單點脆弱比任何對手都危險。所以他們在推進下一代空中主宰，包括海軍的 FA-XX 計劃，目標是在2030年代逐步讓新平台分擔咆哮者和超級大黃蜂的任務，不是一夜之間替換掉，而是讓電子戰能力分散到多個平台上。無人機、艦載電子戰系統，甚至太空干擾設備，打掉美軍1種手段，還有10種方法讓對方的導彈看不見。第三件事，讓 AI 比人更了解飛機。這不是科幻，美國海軍已經在 FA-18 機隊上測試預測性維護系統，每個關鍵部件裝上傳感器，震動、溫度、油液數據實時回傳。AI 模型會告訴你，左發動機的3號軸承預計還能飛42小時，建議24小時內更換。效果也很明顯，非計劃停飛，減少了將近1/3，飛機的可用率不降反升。第4件事，在地面上就把經驗練滿。過去飛行員抱怨每年飛不到200個小時，怎麼練？現在美國海軍大幅升級模擬訓練，新一代模擬器、4K 球形屏幕、6軸運動平台，連過載體感都能模擬。你可以在模擬器裡完成空中加油、電子對抗、複雜編隊，甚至彈射逃生流程。效果呢？以這次出事的 VQ-129訓練中隊為例，過去3年他們的模擬訓練時長增加了4倍，飛行員的技能水平反而因为可以在模擬器裡無限復飛而變得更高。事故還是會有，但致命事故的比例在下降。那麼這套玩法雖然大幅度降低了事故效率，但是也施加給了飛行員巨大的壓力。那麼他們真的扛得住嗎？飛行員本身撐得住嗎？你可能會說，待遇好，訓練輕，腎上腺素上癮，應該沒問題吧？但真實情況沒那麼浪漫。美國 GAO 在2024年底的一份報告裡提到，海軍航空兵中約有1/4的人出現過中度到重度的疲勞症狀，不是有點累，是在飛行中注意力無法集中，反應變慢的那種。那美軍怎麼辦？
發紅牛嗎？首先，他們制定了硬性限制任務時長，違者連坐。過去由于飞行员的使命感，能飞就多飞，現在不行了。2023年起，海軍航空兵司令部明確規定，連續執勤超過14小時必須書面說明理由，並且需要直屬長官和軍醫雙重簽字。如果隱瞞疲勞狀態導致事故，整個鏈條都要問責，不再是英雄主義優先，而是安全優先。除此之外，以前飛行員不敢說自己狀態不好，怕被貼上不夠硬的標籤。現在每個中隊都配有嵌入式心理健康團隊，不是讓你去看心理醫生，而是心理醫生跟着你一起訓練，一起吃飯，一起出任務。你看他就像是一个普通戰友，想聊就聊。2025年主動尋求心理支持的飛行員人數比2020年增加了3倍，不是他們變脆弱了，而是制度為他們補齊了作為人的短板。要有一個問題是，長期出海，最痛苦的不是飛行員本人，而是留在家裡的另一半和孩子。美軍這幾年大幅升級家庭支持系統，部署期間提供免費托兒、緊急維修，甚至寵物寄養。每個航母打擊群配備專職家庭聯絡官，24小時接電話。回到母港後，強制給7天家庭整合期，不需要進辦公室，不扣假。2025年的一項內部調查顯示，因為家庭壓力而申請調離飛行崗位的人數，比2022年下降了 34%。留人先留住他背後的人。有的觀眾可能會說，知道美軍的福利好，制度人性化，但這些跟事故率有什麼關係？有，關係很大。疲勞、焦慮、家庭矛盾，最後都會變成駕駛艙裡 0.1 秒的延遲，而那 0.1 秒可能就是2架飛機撞在一起的原因。所以美軍現在的事故調查不只看誰操作失誤，他們會問更深的問題。這位飛行員過去2週睡了幾個小時？他出海前家裡有沒有急事？他的中隊是不是被超量排班？把事故歸責到個人上很容易，但把系統漏洞找出來補上才是一個成熟軍隊該做的事。這些改變不會讓事故率一夜之間歸零，但他們說明一件事，美軍正在走一個和俄羅斯相反的路，一個是把人當作耗材，一個是把人當作重要的資產。而這才是長期高強度競爭中最不容易被複製的優勢。一個真正強大的軍事體系不是永遠不出事，而是出事之後能夠立即找出問題，立即糾正失誤。你說飛行員短缺，是，缺口還在，但2025年美國海軍飛行員的留任率反而比5年前更高了，因為他們加了獎金，縮短了出海時間，用無人系統分擔了最累的任務。問題沒有完全解決，但轉折點已經出現。你說飛機老化，是。FA-18 平台已經服役超過30年，但 SLM 延壽計劃已經把機體壽命從6000小時拉長到1萬小時。到2030年，大部分咆哮者還會再飛，但那時候無人僚機和下一代平台已經開始接受最危險的任務，舊飛機做輕鬆的活，新飛機做難打的仗。你說全球任務太多，是。3條戰線同時燃燒，但美國正在把一部分防務負擔轉給盟友，澳大利亞、日本、英國都在增加軍費。北約歐洲成員國的軍費過去10年平均上漲了 50%， 美軍仍然站在最前面，但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了。所以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，美軍真的走下神壇了嗎？看完視頻，我們觀眾一定有了答案。好了，關於 EA-18G 的故事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。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，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。你認為 EA-18G 下一次實戰會是在什麼時候呢？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